小小的问题。对，这得重新梳理。哎呦，这个好。对方的一次重击击中了邱建良。是。哇，腾空的转身后摆腿，这个真是幸亏是躲过去了啊。但这是很危险啊！邱建良的终结能力也是非常不错的。虽然他并不是以重击著称的选手。对，转身的后摆，漂亮。裁判再读秒，那这就没有什么悬念，没有任何打的悬念了。对，在勇士的荣耀40埃及战中，邱建良与埃及选手艾哈迈德·伊斯梅尔鏖战4回合，艰难取胜。埃及对于邱建良来说，确实不是一个很友好的地方。在2016年的时候，邱建良跟随武林风征战非洲摩洛哥，对阵 WPMF 欧洲冠军亚齐伊拉利，结果对手全场搂抱，裁判不作为，邱建良遗憾点负。而在这一场比赛中，对手依旧是故技重施，让邱建良十分的恼火。咱们一起来看看这场精彩的比赛吧。是评论员王腾霄，我搭档的是著名的评论员王彦博老师。好了，大家看到阿良这回是打68啊，比之前自己的级别要稍微大一点点。邱建良的这个典型移动的环节，不过对方依然是典型的埃及式的进攻方式，助攻。对，漂亮。第一回合，两人谨慎试探，艾哈迈德试图进攻，但被挡了回去，并且被邱建良的一记高扫腿扫倒在地。我击倒过人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能给对方心理上造成一个巨大的、特别大的影响。邱建良的洞察力和场上的全伤是很高的。对，是非常聪明的一个运动员。大家来比较，说有的运动员是攻高，有的运动员是防高。邱建良是属于这个智力特别高。对。尽管如此，他仍然不断寻找机会，低扫和大摆拳爆发力十足，进攻欲望十分强烈。这样爆发力还是非常不错。邱建良也要小心对方的这种进攻。对。所以说你能预判的是这个拳怕少壮嘛，那他的这个肌肉力量啊、反应速度啊，两个人是差不太多。但是呢，这个身高，你看邱建良1.74米，伊斯梅尔。而邱建良不急不躁，始终保持自己的节奏。这个是要这个数据上是好的，邱建良。没错。荣耀的这几位明星选手，邱建良更多的是用对方的，韦银华更多的是用自己的实体身体去物理挤压对方。对。这个拳馆。对。这样桃李天下的这种心愿，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鼓励。因为他们经过这个摸爬滚打，丰富的经验。第二回合，两人仍然保持高度的警惕性，邱建良依然是反手反击，艾哈迈德也显得十分谨慎小心，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的进攻欲望。左右的移动。两个人的这个反应都非常快，选手的这个爆发力都十足，而且不太怕拳。对，上来之后，其实刚才这个严博老师也说，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埃及的风格的打法。两人对攻频率逐渐增加，艾哈迈德不仅脚步灵活，出拳速度也是极快。登场的这些选手，大概的主流方向都是很热衷于这种打法。是的。而且事实证明，引号的过时的那种打法，在他们身上拿来，并且实践效果还是很好用的。我们习惯了比较完善的、成熟的这种格斗体系的对攻，一旦进入这种相对发挥比较自由的这种连续的摆拳加扫踢，这个就想想，这个你不地道啊，你也甭按套路出牌啊。对攻中，邱建良被一记重拳击倒在地，好在这并未对他造成太大影响。而邱建良迅速起身，并示意自己没有任何问题，裁判便没有进行读秒。邱建良整体状态依旧放松，就有一种赌上一把就是一把的感觉，找机会拿下世界第一啊！这每把都是梭哈。再抡，中了一脚，这脚挡住了。到了第3局，比赛进入白热化。其实这个对于这种比赛这个邱建良的这个心理压力可能这个
承担的要更大一些。邱建良经历了原来在国外这个被黑哨，漂亮，勾打呀！对手体力出现了大问题，动作完全变形，并且频繁倒地来拖延时间。那这个可是这个捞着一把大的了，而且想象力非常丰富啊！是这个心态轻松的这么打，反而可能会超常发挥。李斯梅尔现在有一点乱。邱建良加大火力，利用重拳击倒并读秒对手。艾哈迈德的进攻节奏被打乱，开始自乱阵脚。邱建良的终结能力也是非常不错的。虽然他并不是以重击著称的选手，对，还是不错的，不错。邱建良再次冲过来，拉踹2次、3次上勾顶膝。尽管邱建良持续猛攻，但对手的油滑与抗击打还是非常奏效。邱建良并未能实现 KO。这个脚下有点打滑啊，打软。再中一拳，这拳很重。邱建良再次做自己摇闪步近身。李斯梅尔好像看到了希望一样。毕竟能跟世界第一在3回合当中打成平局啊。对，这已经是可以出去是吧吹一阵子的了。吹。最终两人打到了加赛。邱建良有些急了，我觉得心态有些焦躁。对，应该还是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是没错，这个摔法是没意义的。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一样。哎呦，对方做了一个下箍颈的这样的一个动作，而且持续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。像这个复制对手啊，这个以彼之道还彼之身。对，后手2次，转身后摆没打到。这个伊泽梅尔在第3回合就不停的使用这样的动作。对，这个已经开始跑着打了，已经。在加赛中，邱建良占尽优势，但场裁又因麦哈迈德频繁倒地而给了他2次读秒。你看这几下都是又再次倒地，裁判直接读秒了。认为太消极了吗？我刚才并没有看到进攻。我是认为他这个整个把身体抡出去之后，然后顺势倒地啊，可能有借这个机会。对，没有啊，并没有。但刚才那一下，我觉得再跳，伊泽梅尔的体能到极限了，转身的后摆，漂亮。裁判再读秒，那这就没有没什么悬念，没有任何打的悬念了。对。就此，比赛再无悬念，邱建良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大家对于这场比赛又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。